我们在这桌意思现在是 CL， 所以掌握优势在 button。我这边开了一个43O，这个日本玩家呢，因为我真的跟他打了从 Day 3到现在，所以在这 Flop King Highball 呢，他戴洗眼镜的。后来我发现他每次戴洗眼镜都有牌，本来基本上我会倾向都要放弃的，但这样6让我觉得有机会在这边可以盖掉刚刚讲的可能比我们好的嗨，在这边是有机会可以去盖掉他的，所以我决定直接 all in。然后但这把牌我就撞到了铁板，就是给他最大的压力就是自杀嘛。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越南岘港打扑克，比赛办在漂亮的5星海滩 Villa 度假村。APT 主菜$1725的报名费，从 Day 1幸运到 Day 4，675人的 Final Table。第9名最少有$1.3万，第1名呢能带走超过$16万奖金。还没看过前几集的，现在记得看这边。这集先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FT 所有的手牌，能否顺利一战夺下主赛冠军荣耀？我们一起看下去。好，我是 Neven。好，看到这些朋友们啊，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其他前几集 APT 主赛的朋友们，记得可以回去看，有超级多的精彩手牌。今天呢，我现在在这地方是一个越南的一个河内的一个便秘，对，因为我打完蛮多的一些系列赛。那如果你没有追踪的朋友们啊，记得可以追踪 IG， 因为最近呢，我们只有看我的这个动态的朋友应该知道我眼睛得一个红眼症。不过已经好了，因为过了4-5天以上了。对，那这没什么特别的状况，就是像结膜一样，眼睛开始比较重，然后会非常非常痒。然后后来查一下，原来是越南，我来这边比赛，从泡克郡到这个河内这边，它是一个流行病吧？对，但是没有太大影响，那至少现在都康复了。好，今天这一集啊，我们要来分享的是 APT 主赛的岘港的最后一集，它到底会哪些精彩手牌的火花呢？我们最后的筹码要到最多，能不能打到最后的第1名，还是会发生一些特别的状况？我们来看今天手牌。好，接着呢，我们在这桌意思现在是 CL， 所以掌握优势在 button。我这边开了一个43O，那会不会很宽呢？基本上后面两玩家。小盲非常紧，那大盲这玩家也是短码，那这玩家真的是比较好对付的，所以我一定会开得非常非常宽，因为他们不太会去 sharp all in 非常非常多的手牌。好，那这个日本玩家呢，因为我真的跟他打了从 Day 3到现在，那这个牌呢，我觉得他在小盲剩下大概12BB， 我个人认为他很多牌都不会直接翻牌前 all in， 例如说他甚至7766不见得都拿来 all in， 有可能会用跟的，看3张。那当然88以上的牌，我觉得他该 all in 就 all in。那当然最大的这些可能 AAKK， 他要埋伏也会有，对。那所以呢，甚至我觉得其他不是对子手牌的，例如说可能 A8 到 AJ 这个附近，有些手牌他也可能会用跟的，他不见得翻牌前会 all in。就反正我认为他小盲 all in 的范围12BB不会是像一般的职业玩家，或是现在很标准知道 GTO range 玩家该 all in 就 all in。那他是比较偏向的是打的还是非常小心，想看到3张，然后再决定怎么办的一个玩家。因为前面你也看过他好多手牌，知道他是非常非常紧的，比较特别的一个状况。对啊，当然这个牌有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们才进入这个翻牌后。这个翻牌后呢，我觉得在这边我当下直觉是刚刚这样的判断，所以在这 Flop King Highball 呢，他戴洗眼镜的。后来我发现他每次戴洗眼镜都有牌啊，后来他都这样，没戴眼镜牌比较弱。但后来我们大家聊天有发现，好，我在这个报面只下了一个大盲，是一个大盲，因为我觉得一个大盲就足够盖掉我刚刚讲的一些跟他完全这报面没有关系的手牌。对，但这个 case 其实很多牌还是有关系，因为我们刚刚讲他会跟一些质量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2高张或是旁边有关联的买顺什么都会跟，所以 1BB 我觉得就足够盖掉一些真的没关系的了。好，那我打完 1BB 就有 turn 来了这样6，本来基本上我会倾向都要放弃的，但这样6让我觉得有机会在这边可以盖掉刚刚讲的可能比我们好的 high， 比如说 Ace High、Q High 这些左右手牌，我觉得在这边是有机会可以去盖掉它的，所以我决定直接 all in。甚至他真的可能有一些10左右的牌会不会盖，我不确定。不过他这时候马签最短啊，但我后来看一下，我觉得应该还是不会盖。对，那但是这把牌我就撞到了铁板，就是给他最大的压力就是自杀嘛，最重要的 KK。那我们就看一下最后的补牌有没有开出来，那至少还有一个双头顺。对，不然如果我没有这种补牌，基本上我也不会去做这样的 all in， 因为这样 all in 真的就是他太多牌有关联的话，我们就是送筹码给他。
所以最后呢其实没有开出来。不过这把牌后来我有去检讨一下，去思考一下，甚至跟我一些很好的朋友，就是打online一些国外高玩家去讨论一些手牌。那依照这样的局面分析，其实可以选择 flop 做一个 check， 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因为如果这玩家是一个这么被动的玩家之下，虽然 EBB， 但是很多情况还是盖不掉他刚刚讲的很多质量很好的手牌，原因是因为太有关联度了。那turn 如果没有掉一个双头顺的情况之下，基本上我打不出来，基本上这把牌就是要输掉了。所以其实我可以 flop 做一个 check， 再有位置去看看 turn 跟 river， 再决定怎么打。这把牌至少不会至于输到整组，或者是他 turn 跟 river 也去示弱的情况之下，我可能只需要在一样下注一发的一个注码就可以盖掉他所有手牌，那可能效果会更好，不会说在这把牌就是做一个比较大的波动去输掉。虽然10个大盲后手看起来很少，不过在 final table 来讲，大家筹码都落在20-30个大盲上下的话呢，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多啊。所以这手牌就是我们输掉了，所以让我们筹码又掉到了35个大盲，虽然还是当下偏多的，但是每个人都20-30左右的情况，剩5人桌，波动会变得非常的巨大，然后优势也会变得小一些。原因是因为大家如果你拿不到手牌，就会波动很大。你看到这个码量表的这个分析，所以来到一个基本上前4个人码量不会差太大，然后最后密码量可能只有短一点点而已，状况就变成非常白热化。好，接着这个手牌呢，我们来到 A10， 在 CO 位开注，小盲大盲都做一个抵抗。那这个背面呢，因为是一个3连底池，所以我们很不适合在这个 flop C 倍。那我们偶尔还是要把一些我们有顺的手牌去放在 check range 里面，因为中了一张成顺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有顺子的组合，不能 always 下注就是可能没有顺，然后或 always check 的时候就也没有顺，所以我们也必须去平衡一下。那在这3连底池，我们这里3张下注也很容易被 check raise， 那我们就看不到免费的 turn 的这个转牌。那在这个地方，日本玩家跳出来做一个双头顺的半炸胡下注，我这个地方卡的是小麻，确实也可以中一些很好的大牌，在 turn 上继续 check， 这边不能为了纯买嘎下去跟注，很多情况我们会非常浪费的筹码，如果没有中 river 被下注，我们也扣不动。但是如果这手牌是只有大盲跟我去单挑的话呢 ，flop check turn 我就会扣，那 river 就看状况去处理，所以这个手牌就也是蛮关键的。我们在这时候5个人码量都差不多，不会差太大的情况之下呢，赢不到每把底池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非常的小小的受伤害啊。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码量分布啊，大概是刚刚讲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换点筹码，因为筹码有些休息啊，筹码你盲注升上去啊，要把一些不同筹码去做一些更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每个桌况局面啊，跟场上分布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好，接着呢，人数刚刚淘汰1个人，所以来到剩下最后4个人。所以依照我们今天的筹码来讲，第7名打到现在，我觉得是很不错了，已经该有的一个名次，算是进展比期望再多一些，第7名晋级嘛。但是我们后来本来一度拿到很多，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能打到最后的第1名，甚至单挑。好，那这把牌呢盖到了小盲玩家 Limp 这边呢，我也选择 check back， 是因为我觉得有位置拿 Q10 打翻牌后也很好处理。那我很不希望我翻牌前加注被他 all in， 或者是他跟下来我没有中，那基本上我这手牌如果掉了筹码，我觉得会蛮伤的。尤其在这个4人桌，还有一些 edge 就是所谓的我在这4人里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优势，很多空间我可以去看状况，再有位置去打更多的翻牌，来去决定要不要去把筹码丢进去。好，他在 flop 做一个很小的下注，但我们轻松跟注了，我们有一个 gut shot， 那对方也不见会中牌。不过这个 turn 他做一个 double barrel， 那这个地方呢，当然我会认为我们当下没看到对方底牌之前，就是很多情况他可能会有一些1对左右的手牌。那当然我们如果 river 不中到 queen， 不中到 j， 长期来讲是不会赢的。所以基本上呢，如果我这里 turn 打算要跟注的话呢，我的 river 就会看他状况来决定要不要 bluff。对，那当然这边你说他下注，我要不要做个 mid raise 去把 bluff 呢？其实不好，原因是翻牌前我们没有去加注它，所以我们有 K 大的机会是没有想象中这么多的。当然我们有些可能 KX 的一些2胚，或是2烂张随机的可能63、93都有可能，因为我们翻牌前是一个 limpa 嘛。我觉得在这边要做这个冒险，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但是我觉得选择小心点去打，
找更好的机会也不是一个很差的选项，因为我们左边玩家做比较紧的，那我们右边2个玩家比较凶，所以我觉得也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可以去走。对，那当然这把牌就是你也可以说是没有打好，你也可以说是太被动，那我们就输掉了这个手牌，所以我们筹码就是没有办法再往上走，那就掉一些给他。大家好，我们是 Natural A 全球大使扑克夫妻，我是微微，我是 Never。想知道现场锦标赛日常是如何，而我们的真实生活又是如何度过？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更多分享都在我们的限时动态。好，那接着呢，4人桌我们遇到一点状况，就是一路的筹码被洗到剩下15个大盲。那我们这时候已经变最短了。那其他3个人呢，就是第2短就是这个新加坡人，他有21个大盲，另外2个玩家都有将近25到30多以上。好，那在这个 button 我拿到 A4O， 这把牌真的是有点一个特别的状况发生。新加坡的玩家呢，我很肯定他是要 open。好，这手牌呢我们看一下，就是他是第1家玩家，4个玩家 CO 位，这边呢他是要 open， 但是他放成了扣，对，那我不知道他这是故意的还是他放错，但我当下感觉得出来就是一半一半，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放错的情况之下，我觉得 ASO 在这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一个手牌，对，为什么是大手牌呢？因为现在马量分布就是刚刚有讲的这个情况，我是最短，他是第2多，但他也不足以去调任何一个手，调一个马量给我，他调给我基本上他就是要出局了，他只剩下就是5个大盲到6个大盲之间。我这边 all in 出去呢，他能扣牌实在非常非常少，因为在 final table 的 ICN 的关键的就是奖金分布急剧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往往都不喜欢去接 all in， 喜欢去主动的 all in 别人，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觉得 all in 下来，长期来讲 COA 必须要盖非常非常多的手牌，甚至任何的小对子，甚至可能 King X 的 shooty hand， 甚至比我们小的上下的 AX， 例如说 A7、A6、AX 都是不太能用扣的。对，尤其你不确定他这个跟注是放错还是故意的。对，那故意的通常还有2极化嘛，要么超大，要么是很边缘，想要去看3张或这些的一些不想要被别人 all in， 想要去先看公牌，不错的结构牌或者是这种小对子这些的牌会这样子玩。所以我的认知是这样子。好，那当然我忽略掉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里 all in 其实长期EB 我觉得是蛮正的。不管遇到后面大小喵能接的牌实在非常少，就算被接，我们都还会有30%，只要不要撞到 AA， 会有30%胜率可以去看5张翻牌后。但是呢，我们左边这个新加坡玩家，他真的就是玩 cash game 的，所以他可能对于比赛这个马量的短码的敏感度不会有像我们打比赛研究的这么的细。所以或许对他们来讲，15到20 BB， 10到15是不会差距太大的。他可能觉得，反正我现在也拿着牌不拼也没机会，好吧，就拼一下好了。反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现场会比较明显有这样的类型玩家出现，这是很肯定的，因为你会跟他聊过天，跟他打过很多手牌，就很清楚知道他的意图。那就反而他的盖牌率的几率就不会有像我们刚刚讲想象中这么大了。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呢，或许我们可以盖掉这个手牌，有更好的机会。但我觉得这里用跟加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一定要么 all in， 要么就是盖牌。那我这个的3B 等于是 all in 的意思啊，原因是留下7BB， 我们不可能打出去13BB 盖7BB 啊。有种情况可能会盖，就是大小盲都 all in， 他也 all in， 他们3家有2个人 all in。那我基本上 A4 一定要盖，因为可以稳定前进1名的话，那我们7个 BB 还是可以再去玩最后3个人。对，这是唯一特殊的情况才有可能会盖牌。所以为什么我会做这么大的注码加注，是因为刚刚讲这些原因。好，那有机会你们也可以试试看，搞不好你就遇到后面刚好 AA 撞 KK， 前面全部都是前1%的牌，那我们就可以莫名其妙就前进1名，甚至前进2名都有可能。还有味道我也不会盖嘛，对方他这个他66后他没有盖牌，他选择好跟你输赢了，那我们就看完这个最后结果啦。当然心中这时候是心想，来一张叠牌，来一张爱心，什么都好，因为我们就会增加我们非常多的 outs。没有改变太多战局，但这时候呢，至少多了一张10，可以让我们变成是 trap， 所以看有没有机会呢，在这边出来这个牌。好，没出来，所以我们到这边就
局的。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他就会带你一路从摄影机拍你啊，然后到这个台下做一些简单的访问。对，那这个主持人也是我跟他拿这个 OE 眼镜之后。有机会我在台湾有一场直播的 KO 赛，会跟大家分享。我有大家决赛做的直播桌，然后那场有戴这个眼镜去玩一些 Mr. Bounty， 我觉得非常有趣啊。好，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采访。Like the full day, yeah, and then come here is not easy, yeah. Not easy at all. What does it feel like to be representing Taiwan on the Vietnamese stage here? It's the different country player because Taiwan is all more Taiwan people, yeah, and but here is more Vietnam, so it's still a different style and very enjoying. Yeah. I know you have your YouTube channel, Poker Couple.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to Wei Wei, your partner? 很感谢那个老婆的支持，然后我们全家人这边玩非常开心，然后家人的支持。那虽然最后没有就是顺利到最后面的单挑。但就是很享受这一切比赛过程，希望下次可以更好成绩。Thank you so much, Nevin. 恭喜恭喜！现在主赛也过了将近4-5个小时了，对，我们今天后来获得了第4名。那这场直播啊，大家没有看的可以看YouTube 这边打了整将近6-7个小时以上啊，非常多手牌。那我们一度就是大概第7、第6名左右嘛，进行到决赛桌嘛。然后有一度打到前3名，然后又掉到了5-6名马量，又再打到 Triple League 的4楼，然后剩下最后5人。那当然这场没有拿下来，就是第4名的话，就觉得没有拿到金丝很可惜啊。主赛不是每场都是可以这么顺利有机会打到后面嘛。但 anyway， 反正对我来讲，不过就是能走到这边这个决赛桌还是很兴奋很开心的啦。那我们每天都是会继续奋斗，也非常多的机会，但我有感觉到自己的努力跟自己的练习开始有更多越来越多的收获。那收获不在于只是有金钱，我觉得是更多的是让肯定自己，不管在线上可以打到最后的决赛桌，以及现场也可以去掌握打到决赛桌。跟这次 WSOP 也有机会可以进到 FT， 有一场3-4千人比赛，到最后是16人出局。那也有在26人出局，有个40人出局，都是也有一个1500到3000枚跟5000枚都有。那我觉得在不同的地方打牌都有不同的一些特色，不同国家有不同 style。那至少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可以去跟进。那希望未来也可以更多牌跟大家分享喽。让我想到我们今年在4-5月的时候，台北的办的这 APT 第一次新场地的国际大赛。那也是来了超级多人，相信很多朋友们应该有参加这场比赛。那次豪哥赛5000枚，没看过朋友可以看这一集。我们也是打到最后决赛桌，然后后来也是止步第4名，所以2次挑战狮子，我们都摸到狮子的脚啊，没有办法摸到它的头的鬃毛，跟整个身体把它抱回家。对，但我们会不放弃，继续挑战非常多不同的 APT 的系列赛，因为我非常喜欢它的奖杯跟它的这些赛制。那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把狮子带回家，放到我们的奖杯柜。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系列的就是 APT 主赛的这些手牌。那接下来我们一样会去分享更多不同手牌，包含接下来可能会去到不同的国家，有一集可能是快速赛冠军在岘港这个豪客赛的那个 APT 比赛，以及呢我们接下来会转战到台湾、韩国不同的比赛跟大家分享哦。好，希望你们会喜欢的影片，我是 Nevin， 大家记得订阅、按赞、开小铃铛，各位，拜拜。